好，我们昨天教过了这个制图，因为昨天时间比较少，上一篇时间比较少，我刚好比较忙，所以我就只教了制图，来不及车。那今天我们就车给大家看因为反正我就要车了。那这个制图呢有6片所以你要裁6片这个，那做起来就像这样子。那要怎么把它接起来？其实就一片一片接。那如果你要6片一起接的话呢，那6片一片一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这样子接的话很难接，所以应该要3片去接会比较好车。然后呢，所以我现在就车给大家看了。然后这个制图先看在边呀。然后呢，我要跟大家，我一直说然后，真的是太久没拍会不习惯了。我要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在剪布的时候像这一组布料呢，我是先剪完衬贴完之后，我再剪表布。距离这个缝份再把它剪下来，因为它的这个斜度比较多，有时候你剪的时候还蛮容易歪的，那倒不如先把这个布衬先剪好，贴好之后再把它剪下来，其实还蛮方便，蛮省事的。好，因为我都是用那个剩下的布料去做所以它就有各个颜色，所以这个还蛮适合清抽屉、清布柜的一个方式。那现在这边有3片，有3色，那这3片也是这个。就是里布比较薄一点。那我表布贴了厚布衬，那里布呢，照说你可以，如果你要挺一点，你可以整个都贴薄布衬。可是我基本上不喜欢硬邦邦的带子。可是呢，这个带口的部分呢，如果有时候你都没有贴衬的时候，带口又会觉得比较软。我喜欢带口挺挺的，下面不一定要硬邦邦的带子。所以呢，我就在这个里布的上方贴了一点点薄布衬。好，那贴这个薄布衬有个好处，就是我刚好也可以不用画缝份，就可以完美的知道这个距离，因为我这个布衬呢还是有根据这个宽度去裁的。那高度呢，我就大约取个3公分照着这个弧度裁，这样你也可以不用画线，你就知道你的缝份多少。那我们车的时候，我先车了一半因为这个还蛮简单的，然后可是却意外的有点花时间，所以我就先车了一半给大家看，像这样子车。那如果像你跟我一样有拼接的话，然后又想要这样子3个颜色这样照顺序来的话，你有时候会不知道要怎么拼，你就直接这样看，直接看它的对面边。你先车完一边之后，你就直接看它的对面边要怎么去把它绕成一圈，像这样子，它就可以。正面对正面，它就可以绕成一圈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车咯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2片，当然啦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一定要从基本的开始车。然后车这个要怎么办呢？你其实也不用别一大堆别针只要这个带口。好，之前我们在制图的时候有说带口的那个宽度你要先量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把带口先把它量好。把这个点点跟这个珠针穿过去对准之后，垂直之后再把它别起来。下面也是一样，尖尖的部分把它对好，尖尖的部分把它对好，垂直之后把它别起来。那缝份有没有刚刚好一样大？我就觉得比较较不要紧把它别好，然后就开始车了。好，上面记得要回针上下都记得要回针。接下来呢，这旁边的缝份你要怎么样去确认？你如果要一直别针，当然我没有意见。不过其实你只要稍微折一下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宽度大概缝份多大。那如果你没有刚好缝在这个边缘线上，有没有关系呢？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还好啦。这个像我表布是用结纱棉布，所以没有很薄，嘛没嫩格格。嫩格格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边缘线车过来，车到下面的时候，记得那个下面挖个柜，就是那个回针接下来呢，不是一直说接下来，然后呢，一直说然后嘞，到底要干嘛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车完之后，因为这个有点难熨烫，它刚好都是那个弧度，所以呢，我就会压线。好，把缝份打开，左右压线。好，那就现在就是压线的时候，记得从下面这里好，这样看得到吗？从下面这里把缝份打开，这样放着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沿着这个边缘线呢，压0.1公分。
压一压之后，你会发现有一点讨厌，就是到弧度的地方有点难压。那要怎么压嘞？一样缝缝打开，后面记得随时缝缝打开哈。你不要一次拉很多，一次拉一点点就好。有没有看到？一次打开一点点就好，然后你就可以很漂亮的压过去。不要一次弄很长，要压，这样它会蓬起来，它会这样蓬起来。所以我们一次拉一点点，然后手就压在前方这里，然后就车一点点，一点点，顺顺的慢慢车过来，这样懂吗？所以这个就压这个弧度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这样。你这里因为它会凸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压这个缝线的时候，就是要一点点、一点点的慢慢压。不要急。那如果你要是觉得真的很不想这样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布往右拉一点点，让那个弧度这样子整个过来，然后就顺着弧度压，这样也可以。可是这样难度会比较高一点点，所以倒不如一点点、一点点的压就好。好，那这种压线方法你也会在什么地方看到呢？就是那个棒球帽，有没有？很多人做那个棒球帽，6片棒球帽，好，像这样子。那压起来这个弧度呢，你看就很漂亮。不会边边角角，也不会产生小皱褶，好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再来，先压完之后再来接第3片，不要3片接完才来压，因为那样比较不好压，好啊，不然你也可以压压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不好压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一样尖尖的点对准刚刚尖尖的点，把它对好，好。然后上面一样，把它对好。好，这个带口的这个点跟后面的点对好。其实只要这2个点对好的话，你那个什么鬼啊？那个缝缝没有缝得很好，没有车得很好的话，没有留得很好也还好啦，就这样。反正大一点点、小一点点，应该不至于会被抓去关吧。所以就是自己喜欢就好哈，差一点点嘛不要紧啊。好，不要太给自己压力，说我一定6片都要车得好完美哟，车好完美。说实在，就是很有成就感啦，不过也沒獎品。好啊，如果你要是喜歡追求很完美的話，你當然就是每一個地方你都別珠針，好，那當然就會好一點。啊，如果你是覺得說手做就是這樣子，那我們就是按那個掐，好，一樣縫縫打開。好，开始压左右2边。其实我虽然没有说一直别针，可是其实也都有压在那个线上哈，所以其实上下其实是比较重要一点的。所以布衬哈，在剪的时候哈，有时候布衬比那个布料还重要。你布衬把它剪得好一点，有时候你自己比较不会麻烦，尤其像这样有弧度的东西。好，你看。车到有这个弧度的地方呢，我们就要一点一点慢慢车，好，像这样一点一点慢慢车。所以这一篇其实最主要讲的就是说，你这6片该怎么接，还有这个弧度该怎么压。好，讲完了，你其实可以去玩了，你也可以没看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说它的重点其实就是在这里，只是我就是要把它车完就是了。好。来，我们把这2片呢，把它接起来，好。那2片接起来，你这2片接起来，重点是哪里？你想一想，重点当然是这个底呀，哈。像我上一个就接的没有很漂亮，不过因为我也是秉持着没有接的很漂亮，没有人会骂我的那个之下呢，我就随便接。现在要教大家就认真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先把这个顶点找出来，这个三个颜色哈。3个颜色的顶点，先用珠针把它插出来。这3个颜色，它有一个尖尖的地方，然后你就要对准对面呢哈，对面边看过来也是尖尖的地方，好，把它对好，这样，好，把针插过去，我要尖磨一点，好，把针插过去，插过去之后呢，你就把它别好，好，这样子。偶尔哈，你针插得很直插得很对，按车的时候就是会歪。这有2个方法，一就是看较开的动作不快，2就是拆掉重车，好像是废话，对不对？不过我就觉得说，那个想要把它接得很完美的人哈，你就是尽量对好，然后我们就来车。
那如果就觉得差一点点，差0.1没关系的，你就还好，你就按那个掐轨。好，我们像这样子把它对好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车。这时候我们就要别3支珠针了，把它对好，把它对好，然后把这个带子整个形状呢，两边像这样把它合并起来，用一个弧度，那我们就可以很好车了。这样。慢慢的车的时候不要用力拉哦，因为它这个因为是斜线的部分，所以都是斜部，好，因为它是斜线，这里是斜部方向，所以呢，你用力拉的话，它会变形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把它车好，然后这里一样把它车过去。好，哇，一样哦，前后都要回针哈，前后都要回针。接下来我们就翻到正面来瞧瞧，1、2、3，翻到正面来看看，哎，有点接的不是很到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个缝缝的地方没有接的很刚好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觉得想要接刚好一点，就把它车多一点，好。刚刚有点怕的，就想说不要车的太那个，好，再车一遍，然后来看看有没有接得很漂亮。哦，水嘎啦，你看，好，6片这样子就可以接得很漂亮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因为我们一样要打开压线，所以呢，刚刚比较没有车的那么漂亮的那条线呢，就要把它拆掉，而且对条线要修，看不。有时候有年纪了，老花眼，都是白色的，然后又车白色的线就觉得有点看不太到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从这个正面压线。那正面压线的话呢，现在当然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压，好，没有那么好压，能不能压？一样可以压因为你的带口够大，好，一样把缝缝打开。那我们就慢慢来绕这一圈，好。好，缝缝一样要打开哦。好，话说我前2天跟我同事去打羽毛球，大概20年没有打羽毛球了，手我要生死，真正手生嘎。好，一样压线哈。那你在压这个的时候呢，因为它现在变得比较里面，那要怎么压呢？就是一小段一小段慢慢的把它连续起来。好，不要紧张，好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呦，那个别让它切啊，不要一直问怎么车，你要动手去做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像有些人来买布料啊，哎呀，这可不可以做？那个可不可以做？我跟你讲，基本上如果你是要做袋子，什么布都能做，只是做出来的质感不一样，那就是看你要什么质感。有时候客人一直问我们说，哎，要用什么布做？有时我要跟你讲什么，都可以做。那你要最好做，当然就是一般的棉布啦、结纱棉，这个是最好做的。那你要用毛料去做，要用软的布料去做，当然也能做啊。这世界上没有人规定你说什么东西能做，什么东西不能做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自己喜欢为原则哈啊。不过更可怕的是，当我告诉客人说你用棉布做比较好做，或用结纱棉比较好做的时候，他还说真的吗？你不相信就不要问我好吗？要不然呢？我骗你的，对不对？就讲了你又不信啊，不信你又要一直问啊，你别给我没安做哈，就是有时候有些人还蛮妙的。好，我们就像这样子慢慢的车过来。好，所以就只要把它一开始的话，你会觉得比较，所以我才说这咖它的那个难度很不难，可是它比较花功夫，就是因为你要好好的把这个对后面打开，然后再慢慢的去车，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没有，难度虽然很低，可是却意外的有一点点花时间，没有很花时间，但是有一点点花时间，就是因为要把这个压线呢把它压好。今天镜头的位置有一点点，因为昨天有动到所以镜头的位置好像有点比较靠近我的头，
好像我都觉得我快要达到我的头了。好，车完了，像这样。车完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看看我们全部都压线起来呢，你的袋子也不用烫了，就很漂亮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安呢，跟它南瓜嘞，其实这个可以做那个南瓜包，有没有？万圣节你可以车一个比较小型的，让小孩那个去要糖果。啊，为什么不要车大咖一点呢？啊，因为糖果吃多了，装那么多的话，糖果会吃太多，知道吗？所以不要让小孩吃太多糖果的话，你可以做小咖一点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一样这一面我们也是把它对好。哦，我们要怎么跟对面对称？咖啡色完之后，我要接粉红，我就这样车。好，所以这样呢，你就比较不会车错啊。有些人他车一车哈，就是发现他拼错了，那会有点懊恼。虽然拼错也不会怎样，不过有时候总会觉得有点懊恼。那你就是在车之前对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我就车快一点。那里布也是这样车。照说里布应该先车起来哦。看面个底下掐几波布。那里布呢，我个人也是都会把它压线。好，这样看起来内外都很平整，划开的是松快啦，是不是啊？人生图什么呢？图一个爽字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就是你如果做了很多事情，然后不是很高兴，或者不是很心甘情愿，那就不要做。也不能这样子想，学生还是要努力读书哦，知道吗？因为为了要以后过爽一点。好，接下来第3片，所以这个做法都重复哈。所以我刚刚说，如果刚刚你觉得这咖如果有什么技巧要学的话，那就是你要怎么去拼接，好，还有你要怎么去压线，好，然后把它接起来。话说我也是因为很久没有拍影片了，想说给加减上传一下影片好了。等一下你们忘记我怎么办？太久没传影片了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要那个刷一下存在感。好，就像这样把它压起来。那这个布因为没有贴衬哦，里布没有贴衬，所以它比较软，所以就比较好车，哦，比较不会那么跟在那边。好，接下来一样把2片包在一起。好，那里布呢，你在把它一起车的时候呢，你要留一个反口。那反口要留在哪里呢？好，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反口我们必须留在你想要的地方，比如说你要留在侧边，还是你要留在下面都可以。那因为这个袋子它因为比较浅，好，所以我就不会留在侧边，我就会留在底部啊，因为它比较浅啊。那如果你喜欢留在侧边的话，当然也可以，就是每个人喜欢的位置不同。那我就会把它留在侧边。那有些人会问说，为什么不要把这个缺口留在上面哈？因为你留在上面，它那个上面的边缘就不会很密合，我不喜欢这样子，好开口。所以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的闹钟又响，害我要一直剪接，真讨厌。好，没关系，来继续车。我们车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注意来留反口了哈。那如果你反口呢不喜欢说有看到一条接线的话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那个用长针缝，好，那缝起来的话，你就会几乎看不到那个缺口。没夹到，好，就留一段缺口，不要车，好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把它完成。那这一段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压线了哈，一小段没压线。里部一小段没压线没关系哈，等一下也不会特别的明显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提把把它装上来。那提把装上来，提把很好车哦，就是把它对折车起来就好了。所以我提把都会先车起来，好，然后呢，把它放在上面。
嘿呀呀，安尼，好，那这个大小呢，刚好是可以放在一个格子的一片的左右两边啊，它的大小。那每个人的做的那个袋子大小不一样，所以你可能不一定跟我一样可以做的刚好在左右两边。好，那就看你自己喜欢，好不好？有时候我都问说好不好，我都心想有什么不好？搞不好你们心想有什么不好就好，对不对？来，继续，我们快完成了。哦，连刚可以打羽毛球哦，不能拼老命了，手酸死了。不过哈，还是要，因为我太常坐在电脑前面了，都缺乏运动，这样不行。来，我们把这个，你在车提把的时候要小心哦，要顺着这样转过来放。有些人哦，拿了就车了转一圈自己都不知道哈，所以你们自己要这样顺过来，然后再放过来车，好，才不容易说车完之后要提的时候才发现你的提带，怎么歪掉了，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里部跟表部合在一起车带口车一圈，那因为它有6片哈，所以你可以看看说那个你的里部，因为像我有拼接颜色哈，所以我就会看一下我想要拼怎么样，可能咖啡色对咖啡色啦，粉红色对粉红色这样子，红色系对红色系啊，这样会比较整体一点，才不会太花。不过我基本上哦，就是刚好有剩什么布我就车，因为之前我们做袋子很多都是配那个什么鬼，配这个点点的里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会剩很多零散的，又不会太小啊，可是又没有大到可以做一个作品的布料，好的这种剩余的布料，所以我就把它做这个样式的袋子，做起来意外的还蛮好看的。好，来我们车一圈哦，车一圈。有人问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回针，有时候不回针哦？像这个袋口，我等下车一圈，它会回来原来的地方。那我有时候这里我就不一定会回针，好，就是看个人喜好。好，你要先回针也可以。那因为我等下车完一圈，还会回来那个地方重复，那我就不会。有时候我就直接车，我就不会一直回针，就看有没有那个需求啊。所以如果你要是有把那个缝份有准确的对好呢，你这6片车起来两边的袋口哈就会一样大，像这样子哈。有时候你要是每一个都差0.2，每一个都差0.1，那你等一下一整圈插起来就差了1公分，你当然就会大小圈就不同，好，就会不好车。所以我们在车的时候，袋口的缝份哈，你一定要特别注意。接下来呢，其实这个袋口啊，莫名其妙的，它其实有一点点弧度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在制这种图的时候哈，因为它往内弯过来的时候，如果你这边是直线的话，这里并不是直角，这样听懂吗？你车起来的时候，这个袋口就不会平整，这样听懂？就是说你往内弯的时候，你如果这里还是直线，那你跟另外一片拼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平顺。所以如果像你们这样往内弯的时候，这个袋口你要有微一点点的弧度哦。好，所以你看一下这个袋口的地方，我是有画一点点弧度，低下来一点点。有没有看到？虽然它只有一点点，可是它的效果就差在这里。也就是说，你每一片这个地方你要变成直角，这一小点的地方你要是直角，你的直角跟着这个的直角，你的这个线才会平，知道吗？如果你这里不是直角的话，那就不对了哈。所以那个在剪布的时候记得要小心。那也因为它有一点点弧度，那这个我们上面就会打一些牙口哈，不用很多，可是你就打一些牙口，这样你翻到正面来的时候，你的袋口才不会背住。刚才这个有时候一点点细节哈，就会影响到你的整咖的袋子所以我们在
学车带子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觉得公奇怪啊，我也没有差，我也没有做得很差，还是我也没有乱做，为什么做起来就是怪怪的啊？因为你就这边差一点，那边差一点，那全部加起来就差很多，你刚才好就会差，感觉有差了，好，所以就一点点细节哈，每一个细节你都稍微注意一下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弄得很好。好，我们从那个缺口翻到正面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做带口压线。哎，这卡真水，这个颜色是我喜欢的色。其实我喜欢的那个空间哈，喜欢的东西很多，然后那个也很大，就是这样矮黑矮。哦，就像我也听古典乐。然后我也听摇滚乐，我女儿的那个动漫音乐我也听，生命中该听哦。我们就是人哦，不要一直局限说哦不行，我就一定要这个就好。那你的那个就没有办法很宽阔，我自己觉得啦。啊，我不是说那样不好，只是说如果你可以放下心来，然后去接受不同的东西啊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哎，其实还蛮有趣的。像我之前我女儿在讲那个动漫的东西，我也是听不太懂啊。后来就跟着他看一点点，或是也那个吸收一下不同的知识，还不错哎。啊，无头仔听迄讲要求，听什么歌啊，拢要迄叫袂煞，真的是超莫名的。啊，听久了就习惯了啦。好，像这样我们慢慢的哈。一边去推这个表布，然后左手呢，你稍微看一下里部，不要让它痛出来哈。这样子，哎，上面的手指头是在推表布的，下面的这个大拇指是在拉里部的哈。这样子，然后你才比较能够车到边缘的压那个0.1，才能压的比较美。好，所以就是大拇指就在下方哈，稍微这样动一下，把里部往内推。那上面的手指头呢，就是稍微。一下往前，一下往后啊！哎，你到底要往前还是往后？那种感觉，哈，尽量在这种上下之间，把它们这样跟出来到这个边缘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好，然后到这边接了一条线，回针之后，我们接下来把带底车起来。好，所以这个带子呢，其实还蛮好翻的。你带口这个底呢，不用留很大一个洞，还蛮好翻过来的。然后我们就把正面压线。那如果不想压线，好像我的闹钟，因为我没有关它，它就一直那个叫什么贪睡功能，它就一直响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刚刚讲的是那个，如果你不想要那个压线的人，你就去长针缝就好了。好，那怎么长针缝呢？在我之前有一个影片是专门教长针缝的。好，那你就可以去看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不想压线的人，不想长针缝的人呢，你就像这样子，把这个缺口把它缝起来，压个0.1缝起来就好了。下次哦，要注意时间，先把什么闹钟什么的都先关掉，不然它闹钟一直叫。所以今天这一片应该会有很多剪接的中间，可能你们在看会没有什么感觉，可是我在拍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要起来关闹钟，真是的，我被肉死。好啦，完成喽。虽然很简单哦，莫名其妙的花一些时间哦，可是就是在我们说说笑笑之间也就完成啦，有没有？金钩锥呢？你看看，是一个很可爱的包，而且呢，它其实它真的可以装蛮多东西的哦。那像我现在放在家里的话，我就有时候那个没吃完的饼干呐，我就往内丢哦，还是那个没有比较杂乱哦，暂时没有收好的东西，我也往内丢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然后底部呢，你看这次就接得很漂亮。哎，你们什么叫接得很丑嘞？这个就接得很丑，就歪掉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就接得很美。我们6个这个片呢就接在这里。那其实如果你要配色的话呢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同色系当然是好看，那一点点跳色也很美。那就是自己喜欢什么色哈，你自己去拼接，那也不一定要点点啦，你也可以用花布去接，或素面布去接，都会蛮好看的。然后你要出去玩的话，哈，其实要买东西，你莫看伊安尼，我那当堆做侪物件，好不好？你各个菜应该看袂到啦，花
花椰菜可能可以，好，开玩笑的，就是这样也很可爱。我们提出去那鬼鬼哈，就是这样圆嘟嘟的，然后它带口呢，因为它的是6片一模一样的版型接起来，所以它带口也是圆嘟嘟的，是不是还不错？所以呢，你喜欢的人呢，你可以按照先看我们上一篇的这个制图，自己画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这个尺寸大小。那等一下如果我还记得的话，我就分享那个我原来我这个袋子的这个尺寸给大家。那就是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，然后感谢你们啦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不是我应该要说喜欢的话赶快做一个吧，拜拜。